们今天会死在这儿吗？我说过，我会为你拖地的。英英，贾曙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，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贾曙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阴阳，先别看了，赶紧把面吃了，其他的事明日再说啊。阿娘，那是蜀红寺，那是阿耶的蜀红寺。那可是牛副都督，是一个州府的副都督。副都督就可以颠倒黑白，一手遮天吗？季莹莹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蜀红寺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耶，对不起。阿耶，对不起。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呢？随时来找我。阿兄，帮我。
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老娘不要，这人是药口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！他身上的衣服是韩光锦，寸锦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壮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了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，身上哪里受过伤，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。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三郎君，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既是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爷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。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汉书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汉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. 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
你怎么知道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？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杨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这可是曙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晋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对不起。
一定会染出水红丝。正经多味的执念，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破千山也未免。爱在风中破的茧，与世间绽放最红的艳。你不是在家染丝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缺一位染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几位酒肉朋友，我们几个在这儿。你们认识？认识啊，这不用说了，让我来猜猜，这位可是三道堰的季娘子？真是三道堰的季娘子。那就对了，原来是季娘子。季娘子，久仰。季娘子在某人的信中，那可是文君酿两坛可不够喝。季娘子，你可有所不知，我们认识这么些年，从未见她3坛。3坛。季娘子，既然你是杨警官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这句话还像句人话，不过不用了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！哎！杨警官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解释吗？是的。老头儿，我又来看你来了啊！
可别说我不孝顺你。你好好看看啊，这次给你带的都是你喜欢的，烤全鸡、太白鸭，还有这个你最喜欢的豆腐羹，这可是你徒弟亲手做的。啊，对了，也有您2位警官的份儿啊。不知道您2位是像我师傅一样被人给害了，还是与虎谋皮反被虎吃了？师傅，你放心吧。不管这益州城的水有多深，藏有多少危险，我都要亲自趟一趟。你呢，如果在天上看着我，就保佑我在这青城山上能找到线索，早日为你伸冤报仇啊！终于找到他们老巢了。这还得是杨家哈，这牡丹跟活了一样。那邹家的也不错呀，那孔雀也跟活了似的，我都怕它飞出来。斗锦斗的是锦，又不是斗谁织的像活的。我看于家那副锦就不错，稳重啊。你于家的有些老气了吧？哎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请大家赏锦。不过如此嘛。这景我看着还行，我看一般。杨警官，杨家的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技法高超，但赵家的利益第一，配色那更是巧夺天工，所以我们一时无法做出决策。依您看，是啊，这2家的锦真是各有千秋。依我看，这天色尚早，既然难以决断的话，那就再看看，再想想，再斟酌斟酌。杨警官是在等谁啊？既然胜负已经分晓，那麻烦您宣布结果吧。结果出了吗？出了。此次斗锦大赛的魁首是赵家。大家快看，大丰肉！阿娘，你看这个风筝的颜色，难道是蜀红丝？
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不是说居家酸也染不出蜀红丝了吗？静英，你这蜀红风筝从何而来啊？昨日染不出，不代表今日染不出；旁人染不出，不代表我季莺莺染不出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巢。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。若我没记错，季家不能参赛吧？罪人之后，怎么可以参加斗锦会呢？季娘子没有参赛资格，还要扰乱会场，杨警官不管一管吗？赵夫人，此事本官还真管不了。若本官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是逢射而出，这圣人都射了，怎么？赵夫人，您觉得射不得？我没这么说，只是这斗锦比的是锦画，他拿一个风筝来参赛，成何体统？蜀地千面，随心而生。这只蜀红风筝，亦是我心中之画，是我阿兄心中所想，亲手所织。警官府也尚未规定锦画应当织成何样，我手绘我心，有何不妥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有何不妥？杨警官，季莺莺在众目睽睽之下假造蜀红贡丝，胆大包天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？我看这蜀红风筝鲜艳夺目，倒不像是假的。杨警官莫不是忘了，真正的蜀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面呈圣上了。哎呀，季娘子，先前有赵家的蜀红丝，现在又有你季家的蜀红丝，搞得本官是眼花缭乱。要不这样，你代替本官断一断这真假如何？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月影，你我共同的钱，我织出来了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季莺莺，就算你与我赵家有私怨，也不该损毁锦画泄愤。锦绣丹青还是鱼目混珠？马上见分晓。老夫人，稍安勿躁。掉色了，掉色了，褪色了！这是假的，这个才是假的，假的。本官方才明明记得，是一幅鹏程万里，现如今怎么变成了人间堕落啊？堕落！这幅锦早已面目全非。因为这幅锦是赵红丝所织就，赵红丝并非蜀红丝。之前那日是有人在那红丝上涂了一层油，才使其遇碱水而不完全褪色。方才我泼的是皂角水，油遇皂角而溶，赝品自然露出真面目。季莺莺，季莺莺，蜀红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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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边怎么有个山洞啊？慢点儿，你兔崽子！不能慢，阿姨，杨老三说了，上面有大功一件，不能让人抢了先了。杨三郎，啊！哎呀，快点吧，阿姨！阿姨，给我倒2步。哎呦，都比马来好，你想累着点吧。你们这是？上长使到，我就也到。瞎喊什么呀？桑长史，你看看呐，是谁干的这丧尽天良的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会有警方？这山中大火，可与你们有关。桑长史，他们都被毒哑了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这一看呐，就是被关在这儿做苦力嘛，这是。你们放心，有什么苦，有什么难，写出来，我阿爷肯定还大家个公道。这就是你说的大事，你嫌老子命长是不是？这事还不大吗？是何人胆大包天，胆敢私自掳掠百姓，造起谋利啊！桑长史，杨景兰，下官也是才看到这令人发指的行径，我相信桑长史定会揪出幕后真凶，绝不姑息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是，我定会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搜索锦房和附近山洞，揪出幕后真凶。走。哎，这是假蜀红丝，这个叫赵红丝。你给我放！这是玉皇丝，这是要造反的，阿爷，造反的！给我闭嘴！我来着。杨警官，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小娘子，还有这些人，他们定与这黑警房有关。桑长史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牛五娘子的贴身丫鬟玉媛，她在此处，那说明此事定与那牛五娘子有着莫大的关联。没错，说得对。一派胡言。娘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去山上祈福吗？娘子，一群山贼突然出现，将我绑在这里，奴婢也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娘子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奴婢害怕。看来这山中锦房确实是山匪所为。有劳杨警官帮我找到我的丫鬟。玉渊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他们既然是山匪，那你的贴身丫鬟又为何会跟他们绑在一起？杨警官应该问他们，何必来问我呀？只怕他们忠心耿耿，又或是有亲人的性命被攥在了别人的手里，说不出实话来吧？他们说不出口，与我有何干？他们不肯开口，我来说。玉英。
他说的话，岂能相信？我有证据。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账目都收缴了，就万事平安了？我娘子早就料到，他是一个反复无常、心狠手辣的人。所有的账目都做了2份。花祥荣，我和夫人相伴23，情比金坚。我知道我是死路一条，我怕死，可我更怕我九泉之下的夫人死不瞑目。我知道我俩罪有应得，可是你也别想跑。我就算拼上我这个命，我要为我夫人报仇！草没有契丹，账目为证，请张氏过目。哎呀，阿爷，你看，你快看啊！这五娘子，你让本官是如何是好啊？桑长史乃是本地父母官，自然是秉公处理。更何况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对呀，阿爷。草民帮牛五娘为虎作伥，草民有罪。可牛五娘罪大恶极，请张氏判决。染甲属红，草菅人命，掳掠公教，果然是罪状累累，罄竹难书啊！桑长史，这都不抓吗？这肯定抓，阿爷。桑长史，你敢抓吗？这抓还是不抓？哎呀，抓呀，阿爷，不然你对得起这些职工、这些百姓们吗？那便抓吧！我看谁敢抓！牛将军，花想荣坦白真相，出面作证，你却把人给杀了，你是要包庇牛五娘子吗？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牛将军可以轰走百姓，但是今天的事情，城中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你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你的烂摊子，我只帮你收拾这一次。放箭！牛犬，你动用私刑，滥杀无辜，你当天理王法何在？牛将军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杨青兰，我们今天会死在这儿吗？
快放开！不，刘将军少爷他，刘将军少爷他，节度使令。圣人寿诞将至，节度使心怀圣人，特命警官督造，由蜀红传人季莹莹协同新晋锦王，共同制造蜀红，为圣人贺寿，任何人不得阻挠。下官接令。刘将军，你看让您的人，还是把弓箭收了吧。山中失火，杨警官与桑长史心系百姓，上山救火，不幸双双殒命。其后，张刺史奋不顾身，将山火扑灭，不负百姓。只是这节度使令该听到的，终究还是没有听到。这么说不好吗？刘将军，本官今日也想晚来一步。可牛将军，你想想，节度使是怎么知道蜀红传人是季莹莹，而非赵家二郎？本官今日要是晚来一步，我这条命算是到头了。可是牛将军，您在节度使那里也得雪上加霜啊！未雨绸缪，暗度陈仓。杨警官，你好手段啊！好，既然节度使命你督造织锦，那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，否则谁也保不了你。不劳牛将军费心，但愿吧。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咱们死定了呢！你个兔崽子！你再敢跟不要命的人玩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，权势滔天。节度使会放任牛景这般私下敛财、草菅人命吗？牛景瞒着他自作主张，他定会敲打。不过牛景毕竟是他的兵，只要不是造反，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那长安呢？长安会管吗？有人想管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管的。朝中与藩镇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放心，如今有节度使令，牛景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抓你。就是他敢，我也不会让他得逞。那你呢？他们会在暗中对你下手吗？下不下手是他的本事，能不能活下去，那是我的本事。杨金兰，你怕吗？你怕吗？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是怕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怕可以提醒我，让我跑得再快一点，不要落入一样的结局。我也怕，
怕对不起死去的人，怕护不住活着的人。但如果一直怕，反而跑不快呢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进去，与你阿娘说清楚？我阿娘应该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棍棒骄子的模样。阿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让阿兄瞒着你的。不，那水红寺的风筝是我织的，是我不让英告诉阿娘的。阿兄向来疼我惯我，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兄长。你们阿耶到底是因何而死？季家因何而获罪？是因为蜀红司。但阿耶绝不会做造假之事。阿耶他预设出狱那天，你们都答应过我什么？金英，你说。绝不再提阿耶之事，平安度日。可是阿娘，今日便是我们不反抗，便可以安然无恙吗？英英，老虎食人是因为他饿了，他不会因为那人乖顺便放过他。英英，阿娘，英英只是不想让别人盗用阿耶的蜀红司之名，她并没有提及当年旧事啊。金英，你没有吗？你从未想过要提起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次逼自己染红，真的只是为了支撑染房吗？阿娘，那你就忍心看到阿耶背负罪名，一生沉冤吗？季家谨防规矩第1条是什么？你给我背出来，大声背出来！季家谨防，井为首，人在井之上。何意？季家谨防，万事以知井为先，是非恩怨名利皆在其后，唯有人命在井之上。若有灾异，先救人，再救井。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。好，很好。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？你告诉你阿爷，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一切？如果你阿爷现在还活着，他真正在意的是他季归南的名声，还是他一双儿女的平安？阿爷对我们的爱护重于一切，他定会懂我，他一定能让我做想做的事情。看来他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把你惯得像今天这样，死不悔改，拒不认错。阿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我不该惹您生气。可是，人能忍一时韬光养晦，绝不能忍一世丧尽志气。我想要的公道，自能我自己讨回。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悔。你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放开！季莹莹，你很好，是我这个当阿娘的没有教导好你，
看该反省的人，不是你，是我。阿娘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，才会如此。阿娘是不忍心。当年阿爷骤然故去，你拒人染红，老困于禁房。阿娘也有她自己走不出的心结，她实在是害怕再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不想再瞒着她了。阿兄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不会困在过去。我平日怜惜你命苦，你爱贪钱小财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曾想你愈发的胆大妄为，竟敢私造禁房，还是平日太骄纵你了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怎么说也是女孩家，何必雪上加霜呢？还不谢谢张刺史？谢谢刺史大人，此事皆因五娘愚昧贪婪，实属与阿爷无关，还请刺史大人明察，切莫污了阿爷清白，也莫辱没了节帅。此事与节度使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爷的女儿，在世人眼里，我做了便等同于阿爷做了。阿爷是节度使的麾下众将，阿爷做了，岂不等同于节度使做了？世人哪管真相，只会恶意揣测。若因五娘一人牵连了阿爷和节度使，实在百死难免。我知道将军为什么偏爱五娘子了。平日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这不过是他想让你帮他息事宁人的借口罢了。不过，他这话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若说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莫说旁人，便是刺史你，信吗？我也深知张刺史与此事绝无干系，但是节度使信吗？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我同流合污？将军说笑了。节度使大人虽然常年驻守军中，但对城中之事也是了如指掌，自然不会冤枉了将军。那朝中呢？朝中对益州、对节帅，又知道多少？如果任那警官将此事的证据传入朝中，难免不会有人居心叵测、断章取义，污蔑节帅。不瞒张刺史，牛某人好颜面，今日在山中的雷霆之举确有私心，但这才是根因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相信节度使大人定会明白。其实将军也深得节度使大人的器重。这益州城也是将军的益州城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千金想多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将军何必瞒着节度使呢？这就是将军见外了。牛某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牛某对节度使大人定会知无不言。谢张刺史指教，客气了。来人！将军太客气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将军请放心，今日之事只是山中起火，再无他事。
下官告辞。刺史既然这样说，看来节度使还是信重阿耶的。此次是我轻敌，还请阿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捉住杨静兰的把柄。你既已嫁入赵家，就踏踏实实做赵家的媳妇吧，尽好你一个内宅妇人的本分，旁的事就不要问了。阿耶，杨静兰此次轻易便能化解送入长安的假蜀红之位，背后的势力必然非同小可。您不想知道吗？与其动用长安他，不如……如果我的女儿羞愧难当，畏罪自杀，你说节度使会不会更加信任、悲悯我几分？